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金刚经原传自印度大乘佛教，根据般若的思想汇集而成，传入中国的时间已经无从考察了。但在明朝时期，佛教影响巨大，可以算作传入中国以来的巅峰。随着不断的时间积累，金刚经在中国得到了升华，不断指引我们进步。那它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呢？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发生在历史长河中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金刚经的神奇力量。当年白居易因他母亲病重，发愿抄写了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100卷为母亲祈福。后来白居易所抄写的这100卷金刚经散失在各处寺院庙宇之中，数百年间，古今海内外古刹名迹亡失已尽，白居易的这100卷金刚经也饱经战火，不知不觉都遗失了。唯有在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尚流传1卷，直到明朝嘉靖年间依然完好。吴中贤士大夫、文人墨客皆有提拔在上，此卷金刚经也被寺中当作至宝供奉礼拜。嘉靖43年，吴中大水，田壑淹尽，寸草不生，米价昂贵，各处进跳，官府严释平价，越使外面的米进不来了。寺中僧侣颇多，平日坛乐也因为饥荒米少不来布施。又兼民穷财尽，恶殍遍地，盗贼四起。那洞庭山在太湖中间，非舟不能来往，寺僧平时吃着食方，此刻却难寻踪迹，没载米上门了。真的是香积厨中无素食，净明玻璃少余粮。就在众僧无计可施之际，寺内有一僧法名辩悟，对僧众讲，寺中僧徒众多，非得40-50担米不能度过此荒年，现如今也没有大施主，难道要饿死不成？白侍郎的金刚经是累朝相传至宝，何不将此宝到城中寻个识宝的人，换些米粮，且度过今年，到来年有了收成再图赎回，也不算是糟蹋传寺之宝。住持听后说道，相传此宝价值不少，突然守着它也救不得鸡，把它去当米，让众僧活命也是积德行善。但如此年，哪个愿出这样的闲钱？辩悟听后回道，想来只有王相国府严都管有此能力，他是本寺坛乐，并且与我有交情，想必这白侍郎的经他也听说过，凭着我的老脸，挨当他几十挑米也是能行的。众僧齐说，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快去换米。于是辩悟叫了个同伴，带了经书过湖到山堂上来，行至相府门前，远远见严都管在当中坐着。辩悟上前稽首相见，严都管便问，师父何事前来？辩悟把事情一说，严都管说道，是什么稀罕东西？金银做的吗？值此价钱？于是取过经卷，打开看时，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。严都管说道，我只说怎样金碧辉煌的，原来是这等晦气的模样。翻到最后，看见有许多大香换名字及图章在上面，连自家主人也有提拔手书印章，方笑逐颜开道，这样看来也大略值些东西。我家老爷既然有名字在上面，能多值100来两银子。虽然如此，你说的100担是不值得，我与师父50担吧。辩悟也够心里的数，50担就50担吧。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裹好了，捧了进去，又写了一张当票付与辩悟，便叫开仓斗发。辩悟同道人过了脚夫，千欢万喜，才回寺中。且说这相国夫人平时极是好善，礼敬3宝，年底盘账，都管送1年的账簿到夫人处查算。夫人偶然看见有账记数，将自59号当洞庭山寺金刚经1卷，本米50担。夫人曾听相公说过，洞庭山寺内有卷金刚经是山门至宝，莫非即是此件吗？遂叫侍女取来看。夫人净手翻看，心想，此必是寺中相传之经，只因荒年拿来当米，留在此处亵渎佛经，不如算是我摘了这寺中的僧人，把经还给寺院。
想到这里，就吩咐当铺兜管说，把此项50担作为夫人斋僧之费，把经还给寺中，还是由他们供养去。于是兜管传话给僧人辩悟，让他来取经，又根据夫人的吩咐留下用斋。辩悟捧着经包，千恩万谢而归。到了码头时，正值上山烧香的人多，辩悟好不容易挤上船去，众人七嘴八舌在船上拉着家常。辩悟千不该万不该多嘴，把用此经当50担米的事说了。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50担米，让辩悟取出看看，值50担米的经书也算随缘。辩悟拗不过众人，只得解开包袱，摊在舱板上，揭开经来。恰在此时，忽然一阵旋风搅到这里，辩悟慌忙摁住，不过还是一夜被风吹走。大家手忙脚乱去拾经叶，怎奈船上人多狭小，经叶像是风筝一样随风飘走。虽然众人合力抢回了大部分经叶，可唯独头一页找不到了。辩悟回寺后说了相府还经卷的缘故，唯独把湖中丢失一页的事瞒住不说。众僧也没人来翻看，把经交与住持收存。话说两头，河南卫辉府有一个姓柳的官人，补了常州太守，择日上任，家中亲朋设宴相送。其中有个博学好古的山人，曾经到苏杭四处游玩访友，席间对柳太守说，常州与苏州府接壤，那苏州府太湖洞庭山寺中有一镇寺之宝，乃是白居易手书金刚经，这个古迹价值千金，可寻个时间去看看。这柳太守是个极贪的人，听说这经值千金，便记在了心里。一天，江阴县破获一起劫盗案，内中有一行脚头陀僧，太守暗喜道，取金刚经之计只在此僧身上了。一面把盗犯下在死囚牢里，一面叫个禁子到衙里来，悄悄吩咐他道，你到监中可与我秘密叮嘱这行脚僧，我当堂再审时，叫他口里搬着苏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的窝藏的地方，我便不加罚了。禁子自去依言行事，果然次日升堂，言问起这盗犯用了刑具，这些强盗各自招出窝藏的地方，唯独这个行脚僧不上刑就自招认了，一口招道赃物在洞庭山某寺藏着，寺中住持叫甚名字。太守大喜，取了供状，行文到苏州府捕盗厅来，要提着寺中住持。应捕到了寺中，问道，哪一个是住持？住持上前棘手道，小僧就是。应捕取出麻绳便来套，住持慌了手脚，道，有何事犯？应捕道，盗情事发，还问什么事？众僧围拢过来说，山堂王相府是本寺坛月，寺中并无歹人，怎么会有盗情呢？应捕听说与相府有关系，也不敢用强，只好说，我们捕厅因为常州府盗案牵扯你寺，你们有什么事去常州分辨吧。于是辩悟又叫了一个僧人相陪，一起随应捕去常州应诉。在把住持解押到常州后，太守唤过押差问道，这和尚可有同来的人吗？押差答道，有2个徒弟同来。太守道，你去悄悄对那个徒弟说，可速回寺中取那本金刚经来救师傅，便没事，若是迟了就没用了。解差心里明白，这太守要榨取寺中的宝贝。辩悟见是为了寺中至宝，也顾不得了，留下同门在这里瞭望情况，自己连夜往回赶，取了经卷复赶回来。太守在司衙见取金刚经道是宝物重亲卷多来争看。太守本以为千金之物必是金碧辉煌，见纸色晦暗，打开细看，字迹也没有个起手，没头没脑，看了一会儿，却原来是从第2页开始的。太守大笑道，凡事只是虚名，虽是古迹，可惜是残卷，头1页就没有，说什么价值千金，多是误传，空费了这么多心机，难为这个和尚坐了这几天的牢。于是还了经卷，放了住持。住持见了辩悟道，不知从哪里说起，遭此一场横祸，今幸无事，还算好了，只是听说因为没有了头章不完全，故此肯还，怎么会少了第1页？辩悟这才把在太湖中被风吹跑1页的事给住持说了。住持听后叹道，此天意也，
若是风不吹跑首章，此经今日必然被留此。之后3个人雇了一个船，同回苏州来。过了虎树关，将到枫桥，天已黄昏，忽然风雨大作，不辨路径。远远望去，一道火光烛天，叫船家对着亮处只管摇去。这时风雨也停了，看看至近，却是草舍内一盏灯火明亮，听得有木鱼声。船到岸边，便务提灯渡上去，推开柴门，见一个老者靠着桌子诵经。看见便务，见是个僧人，忙起身合掌问询。便务求点灯，老者打个指捻，给便务引着灯，照得满屋明亮。便务偶然抬头，见壁上贴着一幅字，无心一看，吃了一惊。老者问道：师父见此纸，为何大惊小怪？便务道：此话甚长。于是去舟上请师父下来。住持随便务进房内，便务指着一幅字纸问道：师父可认得？住持借着灯光抬眼细看，只见首一行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第2行是法会因由分第一，正是白居易所书，乃经中首页，在湖中飘失的那一页。住持问道：此乃是我家经上的，缘何在此处？老者道：老汉姓姚，此间打鱼为业，幼年不曾读书，从不识字，中年以后家事可以度日了，听长老们说因果，自悔作业太多，有心修行，乃不识一字，难以念经，因此自恨，凡见字纸必将爱惜，如此多年。前年某日晚间，忽然风飘来什么物件，老汉望去，只看火光落地，拾将起来，却是一张字纸。老汉惊异，心知必有其处，不敢亵渎，将其粘在壁上，时常顶礼。后来有个僧人到此见了，对老汉说：此金刚经首页，若要念全经，我当教你。遂取一卷，教老汉念诵一遍。老汉随口念过，心中豁然，就把经中字一一认得了。以后日渐增加，今颇能辨认诸经了。记得僧人临别时指着此纸道：善守此符，必有后果。便务与住持同声道：刚才迷路，忽见火光冲天，随亮到此，却正是找到了丢失首页。原来老丈得此纸时也见火光，乃知是此纸显灵，老丈若肯归还，功德更大了。老者听后疑惑道：非失之物，怎么叫还呢？便务便解下身上的包袱，取出金刚经来，对照壁上的首页，字迹果然一样。老者惊叹，念佛不已，物归原主，皆大欢喜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金刚经冥冥之中的力量不容低估，希望所有犹豫踟蹰的人能够对金刚经升起更多的信心，坚持一定有回报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